赵丽颖、王一博同喝一碗汤被拍，冯绍峰新恋情都没这甜。最近娱乐圈的八卦真是一个接一个，个个都精彩的让人目不暇接。先是冯绍峰被拍到新恋情，紧接着赵丽颖和王一博因为同喝一碗汤的画面一下子冲上了热搜，这甜度简直是碾压前者，简直让人目瞪口呆。网友们纷纷感叹，难道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荧幕绝配才是冯绍峰真正的意难平？这话看似有点调侃，却也带着几分戏谑，谁知道冯绍峰心里是不是也有些复杂的滋味呢？这段风波的起因要追溯到两人合作的一档综艺节目。当时赵丽颖毫不犹豫地拿起勺子尝了一口王一博碗里的胡辣汤，那一幕温馨亲密，完全不像是普通同事之间该有的互动，眼神里的温柔几乎要溢出来，网友们看得目瞪口呆，纷纷表示磕疯了，这哪里是普通的接触，简直就是在演公费恋爱。而且这可不是唯一的一次，有细心的粉丝甚至发现两人不仅行程极其同步，还带着疑似情侣款的项链。这个糖撒的真是太明显，简直让人不得不怀疑，难道他们真的是暗中有事？事实上，早在之前，王一博就被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男明星不愿意和赵丽颖拍戏？他当时直言不讳，坦言赵丽颖是个太卷的人，对自己要求极高，对搭档的要求也同样苛刻。现在看来，这哪里是卷呀？分明就是 CP 感爆棚，俩人合作天衣无缝，真是太有火花了。相比之下，冯绍峰自从和赵丽颖离婚后，虽然也有了新的感情线，但给人的感觉总是少了点什么。记得当年他和赵丽颖结婚时，铺天盖地的高调，而如今却低调到几乎没有任何曝光，估计是经历了2段婚姻后，性格也沉淀了不少吧。不过话说回来，冯绍峰和赵丽颖在育儿问题上的默契可圈可点，曾被拍到一起带着儿子去看医生。说实话，这大概才是离婚夫妻最健康、最理智的正确打开方式。如今赵丽颖和王一博的绯闻传得风生水起，粉丝们从一开始的反对，逐渐转向了祝福。毕竟两人在颜值和事业上都那么般配，合作起来简直是火花四溅，默契感十足。尽管如此，也有一些网友认为，冯绍峰的新恋情可能刺激到了大家，才让大家对赵丽颖的感情生活如此关注。无论如何，赵丽颖现在的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如果她能够在感情上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粉丝们肯定会两手赞成，毫不犹豫地支持她。那么，大家觉得赵丽颖和王一博真的在一起了吗？还是说这只是节目组的炒作手段呢？说实话，如果只是简单的同框吃个饭，大家或许还不会这么激动。但偏偏是同喝一碗汤这种带着点生活气息，又带着点暧昧距离感的画面，一下子就把网友们的想象力全部点燃了。娱乐圈从来不缺合体营业的明星，但像赵丽颖和王一博这种，看起来不像在刻意发糖，反而像不经意流露出来的默契，才最容易让人上头。很多网友都说，那一瞬间两个人的眼神交流太真实了，既没有刻意的表演感，也没有尴尬的避嫌，反而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亲近感，好像早就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一样。其实回过头看，两个人这几年各自的发展轨迹，也确实挺有意思。赵丽颖一路从古偶女主转型到现实题材演员，作品越来越稳，气质也越来越沉淀，从当年的甜妹变成如今带着锋芒和韧劲的实力派。而王一博则是另一种路线，从偶像爱豆一步一步跨到演员、赛车手、舞者、品牌代言人，多领域同时开花。很多人原本以为，这样两种完全不同节奏的人，很难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可偏偏在镜头里，他们却显得异常和谐。有人形容说，他们就像两种不同温度的水，看似不会交融，可一旦靠近，却会慢慢形成一种刚刚好的温度。
也难怪网友们越看越觉得有戏，尤其是一些细节党，更是把两人的互动研究得明明白白。比如录制节目时，两个人说话的节奏会不自觉同步；再比如当赵丽颖开玩笑时，王一博总是第一个低头笑的人。还有人发现，只要赵丽颖在场，王一博的状态明显更放松，甚至连平时略显冷淡的表情都会柔和不少。这些细碎的小瞬间或许本身没什么特别，但当它们被一帧一帧拼接起来的时候，就像一部慢慢展开的情感电影，让人忍不住越看越投入。当然，也有理智一点的网友表示，也许这只是节目效果，毕竟现在的综艺节目都很会制造氛围，一个镜头，一段剪辑，就足以让观众产生各种联想。但即便如此，也挡不住大家磕 CP 的热情，因为观众其实很清楚，娱乐圈的糖有真有假，可只要那一刻让人感觉到了温度，就已经足够。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也许他们没有真的在一起，但他们同框的时候，确实让人相信爱情是存在的。双引号。再把时间线往前推一点，其实赵丽颖和王一博之间的缘分也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早些年他们就有过合作和互动，只不过当时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各自的事业。如今再回头看，才发现很多曾经被忽略的小细节，其实都挺耐人寻味的。比如某次采访里，两个人对彼此的评价都异常克制，却又带着一点点不易察觉的欣赏。那种感觉就像是高手之间的默契，不需要太多言语，但彼此都明白对方的努力和实力。而对于赵丽颖来说，经历过婚姻和人生阶段的变化之后，她给人的感觉也越来越从容。以前的她更多是拼命向前跑，现在的她反而多了一种我知道自己要什么的笃定。这种气场恰恰和王一博的沉稳形成了奇妙的平衡，一个经历丰富，情绪稳定，一个内敛克制，行动力强。很多网友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如果真有一天两个人官宣，大概会成为娱乐圈少见的事业型情侣，一个在影视剧里稳扎稳打，一个在多领域不断突破，看起来居然还挺搭。当然，说到底，这一切也可能只是网友们的美好想象。娱乐圈的关系本来就复杂，镜头里的亲密未必代表现实中的情感。但不得不承认，赵丽颖和王一博这次意外的同碗胡辣汤事件，确实给沉闷已久的娱乐圈带来了一点久违的浪漫气息。比起那些精心策划的官宣和热搜，这种看似偶然的小瞬间反而更容易打动人。所以问题也就来了，如果有一天，这一切真的只是节目组的巧妙剪辑，大家会失望吗？或许会有一点，但更多的人可能还是会一笑而过。因为在那个短短几秒钟的镜头里，我们确实看到了两个人之间微妙又真实的火花。而娱乐圈最神奇的地方就在这里，有时候，一碗普通的胡辣汤，也能让无数人嗅到爱情的味道。至于他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也许只有时间才会给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由一碗汤引发的讨论，恐怕还会在热搜上持续很久。毕竟，当两个原本就自带光芒的人站在一起时，哪怕只是一个眼神，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足以让整个网络沸腾。谁知道呢？也许几年之后再回头看，大家会突然发现，原来很多故事早就在这些不起眼的小瞬间里悄悄埋下了伏笔。意难平，乔妍的心事，赵丽颖辛芷蕾双女主飙戏，双生花的遗憾与挣扎。在女性题材扎堆的当下，一部聚焦双生花姐妹羁绊的电影《乔妍的心事》，凭借赵丽颖、辛芷蕾的巅峰飙戏，以及对时代伤痕、人性挣扎的细腻刻画，成为企鹅号、百家号双平台热议的作品。该片改编自张悦然小说《大乔小乔》，由赵德胤执导，以一对共享乔妍之名的姐妹为核心，串联起身份冒用、原生家庭创伤、娱乐圈博弈等现实议题，既有女性之间的温情与纠葛，也有对时代洪流中小人物命运的叩问，
虽有遗憾，却极具共鸣。影片最吸睛的亮点在于赵丽颖与辛芷蕾的双女主巅峰对戏，两人演绎的双生花镜像关系，撑起了整部影片的情感张力，也是双平台网友热议的核心焦点。不同于流量明星的表面适配，两人彻底褪去光环，沉浸式带入角色，将姐妹间的爱、妒、疑、面演绎得入木三分，每一场对手戏都张力拉满，让观众在共情中感受到女性情感的复杂与厚重。赵丽颖饰演的小乔是影片的核心叙事载体，也是最具层次感的角色。出生于重男轻女的边陲家庭，因计划生育政策，她以黑户身份被寄养在缅甸，长大后冒用姐姐乔妍的身份，独自奔赴北京打拼，最终成为万众瞩目的知名演员。光鲜亮丽的明星外衣下，藏着她无法言说的心事，原生家庭的冷漠留下的心理创伤，身份冒用的焦虑，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以及被资本裹挟的身不由己。赵丽颖彻底摆脱了以往的甜妹气质，将小乔的隐忍、脆弱与倔强刻画得淋漓尽致。面对姐姐突然出现时的警惕疏离，被姐夫勒索时的慌乱无助，暗中照顾姐姐时的口是心非，尤其是眼底藏不住的孤独与不安，瞬间将观众带入角色，看到了小人物在命运洪流中的挣扎。辛芷蕾则饰演大乔，那个本该拥有乔妍之名的姐姐，与小乔形成鲜明的镜像对比。年少时勇敢追爱，选择私奔，却不料陷入生活的泥沼，丈夫嗜赌成性，欠下巨额债务，自己身怀6甲，走投无路，最终只能前往北京投奔多年未见的妹妹。她身上既有底层女性的坚韧，也有面对差距时的自卑与妒忌。面对妹妹的明星光环，她既骄傲又不甘，既依赖又防备。辛芷蕾全程使用西南方言，用细腻的微表情和爆发力极强的演技，将大乔的窘迫、委屈与倔强展现得恰到好处。尤其是与赵丽颖对峙的戏份，一句挑衅的"你以为我死了"，既有怨怼也有不甘，瞬间拉满戏剧张力。两人的对手戏没有狗血的词境，只有血脉相连的羁绊与挣扎。小乔对大乔是警惕与愧疚并存，既害怕姐姐的出现打破自己现有的生活，又无法坐视姐姐陷入绝境。大乔对小乔是羡慕与怨怼交织，既嫉妒妹妹的光鲜，又从未想过真正伤害她，更不支持丈夫勒索妹妹的恶行。影片前半程通过诸多细节展现了这份复杂的姐妹情，比如小乔嘴上冷漠拒绝，却悄悄为大乔安排住处。大乔虽有抱怨，却在得知小乔被资本压迫时，默默选择站在她身边。这份藏在矛盾背后的温情，最是戳人。影片的另一大亮点在于深刻的内核表达，藏着时代伤痕与人性拷问。它以双生花姐妹的命运为切口，不仅探讨了女性之间的互助与救赎，更直面了计划生育时代的原生家庭创伤、阶层差异带来的异化，以及性别规范与个人欲望的冲突。小乔的心事本质上是多语者的身份焦虑，是原生家庭冷漠留下的心理阴影，也是为了跻身更高阶层而不得不扭曲自我的无奈。大乔的心事则是对命运的不甘，是对过往选择的悔恨，也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窘迫。影片还借小乔的娱乐圈经历，讽刺了资本的霸道剥削与名利场的虚伪。黄教饰演的经纪公司老板，为了逼迫小乔续约，不惜利用她身份冒用的秘密，甚至勾结大乔的丈夫，企图用刚出生的孩子威胁她，将资本的贪婪与冷酷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条支线不仅丰富了剧情层次，也让小乔的挣扎更具现实意义。她渴望自由，却被名利与身份束缚；渴望独立，却处处被资本裹挟。这也是当代很多人真实困境的缩影。此外，影片的质感值得肯定，镜头语言极具氛围感。边陲小镇的荒芜，北京娱乐圈的光鲜，隐秘角落的压抑，色调与场景完美贴合剧情情绪，尤其是对姐妹相处细节的捕捉，细腻而有温度，将两人之间的疏离与温情
矛盾与羁绊，通过镜头无声传递，让观众更易共情。影片改编自张悦然的原著，保留了原著中对孤独与异化的探讨，营造出一种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小格子里的疏离感，极具感染力。遗憾的是，影片的短板同样明显，成为口碑两极分化的关键。最突出的问题是叙事凌乱拖沓，原本半小时就能讲清的故事，硬生生拉长到近2个小时，多线叙事杂乱无章，闪回镜头频繁，导致剧情节奏松散，让观众看得不耐烦。其次，人物转变缺乏足够铺垫，大乔与小乔从相互猜忌到携手并肩的过程太过仓促，没有足够有说服力的情节支撑，让这份姐妹情的升华显得生硬，难以让观众真正共情。更让人诟病的是，影片后半程剧情狗血浮夸，缺乏基本的逻辑与法律常识。围绕大乔孩子的争夺戏过于离谱，带走、领养孩子的情节简单粗暴，不符合现实逻辑。结尾更是仓促潦草，用字幕通报所有坏人被绳之以法，而有严重犯罪嫌疑的小乔却全身而退，与姐姐、孩子在越南过上安逸生活。这种强行圆满的结局，既违背现实，也削弱了影片的深度与感染力。此外，配角存在感薄弱，董宝石饰演的姐夫，黄教饰演的经纪公司老板，大多只发挥功能性作用，人物刻画不够立体。总体而言，乔妍的心事是一部亮点与遗憾并存的女性题材作品。她凭借赵丽颖、辛芷蕾的封神飙戏，以及对时代伤痕、女性困境的深刻探讨，成为双平台热议的话题，让观众看到了双生花姐妹的复杂羁绊，也引发了对原生家庭、阶层差异的深度思考。但叙事拖沓、剧情狗血、结局仓促等短板，也让它未能成为口碑佳作，如同影片中姐妹俩的命运一样，充满了遗憾。对于赵丽颖、辛芷蕾的粉丝而言，这部影片绝对值得一看，两人的演技全程在线，每一个细节都极具感染力。对于喜欢女性题材、偏爱现实向作品的观众而言，它虽有瑕疵，但内核深刻，能引发情感共鸣。对于追求剧情逻辑与紧凑度的观众而言，可能会感到失望。在女性题材套路化严重的今天，乔妍的心事虽有不足，却也试图打破俗套，探讨女性互助的可能与困境。这样一部有野心、有温度却不够完美的作品，值得被客观看待。如果说有些电影看完之后会让人感到酣畅淋漓，那么乔妍的新世代给人的情绪，大概更接近一种难以言说的意难平。这部由赵德胤执导，改编自张悦然小说《大乔小乔》的作品，其实从题材上看并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商业爽片，但它却凭借一种近乎冷静又克制的情绪力量，把观众一步步拉进两个女人的人生裂缝里。看完电影之后再回味，会发现真正让人记住的，并不是剧情的跌宕，而是人物身上那种被时代挤压出来的复杂情绪。很多观众走进影院，其实是冲着两位女主来的，赵丽颖与辛芷蕾。但真正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部电影的魅力恰恰就在于，两个人都没有在演自己，而是彻底融进了角色里。他们不再是娱乐新闻里的明星，而是两个在生活泥沼中挣扎的普通女人。那种从眼神、呼吸甚至沉默里流露出来的情绪，让整部电影拥有了一种非常真实的重量感。先说赵丽颖饰演的小乔，这个角色其实是整个故事最复杂的一条线。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带着某种错位感，一个在重男轻女环境里被忽视的女孩，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黑户，一个用姐姐名字活在世界上的人。她的人生像是一场不断修补的谎言，为了活下去，她必须伪装；为了往上走，她必须隐藏。赵丽颖在这个角色里几乎完全收起了过去影视剧中常见的明亮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克制的情绪表达。很多时候她并没有大段台词，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但观众却能从她的眼神里看到恐惧、愧疚和孤独。
尤其是面对姐姐突然出现的那几场戏，小乔的警惕、慌乱以及隐隐的愧疚，全都藏在细微表情里。这种表演方式反而比激烈爆发更有冲击力。而辛芷蕾饰演的大乔，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轨迹。她本该拥有那个名字，却在年轻时因为爱情离开了原本的人生轨道，结果一步步坠入生活的深渊。丈夫赌博，债务缠身，怀着孩子却无处可去，她身上几乎集合了底层女性最真实的困境。辛芷蕾在这个角色里展现出极强的爆发力，她的表演不像小乔那样克制，而更像是一团被压抑很久的火焰。尤其是那句带着挑衅和委屈的台词：“你以为我死了？”短短几个字，却把一个女人多年积压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那一刻，你会突然理解大乔为什么既依赖妹妹又怨恨她，因为她看到的是自己错失的人生。电影最精彩的部分，其实就是两个人的对手戏。很多影视作品一旦出现双女主，往往会落入雌竞套路，但乔妍的心事却反其道而行之。小乔和大乔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结构，有血缘的牵绊，也有身份的错位，有羡慕，也有愧疚，有怨恨，也有保护。小乔害怕姐姐的出现会毁掉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一切，但他又无法真的抛弃姐姐。大乔看着妹妹成为明星，心里难免失落，但他也从未真正想过要毁掉她。正是这种矛盾，让姐妹关系显得格外真实。如果说人物关系是电影最动人的部分，那么它的现实表达则让故事拥有了更深的层次。影片通过两个女人的命运，触碰到了很多敏感却真实的社会议题，计划生育时代留下的家庭创伤、阶层流动带来的身份焦虑，以及娱乐圈光鲜外表下的资本控制。尤其是小乔在娱乐圈的经历，几乎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名利场的冷酷。表面上她是被万人追捧的明星，但实际上却被资本牢牢控制，一旦秘密被掌握，就随时可能失去一切。那种越成功越不自由的矛盾感，其实正是当代很多人面对现实社会时的缩影。当然，这部电影并不是没有问题。很多观众在讨论时都会提到节奏问题，故事确实有些拖沓，部分闪回镜头过多，让本来已经很清晰的情绪线变得略显松散。尤其是后半段剧情，在现实逻辑上多少有些夸张，甚至带着一点戏剧化的狗血。而结尾用字幕交代人物命运的处理方式，也让不少观众觉得略显仓促。但即便如此，乔妍的心事依然是一部值得讨论的电影。因为在当下越来越套路化的女性题材作品里，她至少尝试去讲一个更复杂、更真实的女性故事。她没有把女性关系浪漫化，也没有把人生困境简单化，而是把那些不完美，甚至有些残酷的现实摆在观众面前。或许正因为如此，看完电影之后才会产生那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一种淡淡的遗憾，一种对命运的无奈。就像电影里的两朵双生花，它们明明来自同一根枝，却在不同的方向生长。一个在光里，一个在泥里；一个拥有名字，一个借用名字。它们彼此羡慕，也彼此亏欠，但最终都无法真正回到最初的起点。也许这正是乔妍的心事最动人的地方，她没有给出完美答案，却让人看见了命运的重量。王一博香奈儿黑白大片，光影叙事里是不动声色的巨星锋芒。摄影师 Shan 因镜头下的王一博，为巴黎时装周的香奈儿之行留下了最具电影感的注脚。忽远忽近的景别，忽明忽暗的光影，以黑白影调的极致质感，在不动声色间将顶级巨星的氛围感渲染到极致，每一个定格都足够让人脑补出一场暗流涌动的剧情故事。这组大片的魅力从来不是刻意的摆拍与营业，而是松弛状态里的原生张力。Chanel 2026高级手工坊系列的米色林格纹麂皮大衣，在黑白光影里褪去了色彩的修饰，
只留下细腻的面料肌理与利落的廓形线条，把品牌百年沉淀的手工质感与优雅腔调衬得愈发醇厚。蓬松的卷发勾勒出利落的下颌线，侧颜的轮廓清冷又金贵，哪怕只是一个背影，一次垂眸，都藏着不疾不徐的笃定气场。闪光灯的亮与夜色的暗碰撞，人群的喧嚣与它的疏离形成反差，他就站在那里，无需刻意张扬，便自带无法忽视的主角光环。香奈儿骨子里的法式优雅与自由松弛，与王一博独有的清冷少年感、不被定义的锋芒，早已达成了深度的灵魂契合。他从不会被时装困住，反而能让经典的设计在他身上生出独有的故事感，让优雅里藏着锋芒，让松弛里带着气场。从秀场的惊艳亮相到街头的氛围感定格，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的每一次出镜都在刷新着大众的期待。而这组黑白大片更是抛开了所有多余的修饰，只留下光影、质感与人本身的魅力，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顶级巨星的氛围感，从来无需声张。如果说时装大片只是好看，那这组黑白影像显然已经越过了好看的边界，更像是一段带着叙事感的电影片段。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组照片时，都会有一种奇妙的错觉，仿佛不是在看一组时尚大片，而是在看一部尚未上映的电影海报。镜头里的王一博没有刻意的情绪表达，也没有夸张的肢体语言，但正是这种近乎克制的表演方式，让画面产生了极强的戏剧张力。黑白影调天然带有一种时间感和故事感，当光线掠过他的侧脸，当阴影在轮廓间游走，那种介于冷静与锋利之间的气质，就像电影里常见的沉默主角，话不多，却让人无法忽视。其实仔细看会发现，这组大片最迷人的地方，并不只是造型本身，而是王一博身上那种极其罕见的松弛控制力。很多明星在时尚镜头下容易用力过猛，要么拼命挖造型，要么努力表现所谓的高级感，但王一博恰恰相反，他几乎什么都没做，只是站在那里，走几步路，偶尔低头或抬眼，却自带一种叙事节奏。这种感觉很像电影摄影里的长镜头，镜头缓慢推进，人物不急不躁，但观众却会不自觉被吸引进去。正因如此，摄影师才会不断拉远又拉近景别，让人物在光影与空间之间游走，好像故事随时都会发生。从电影评论的角度看，这组大片其实很有作者影像的意味。黑白的处理方式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经典的欧洲电影美学，简洁、克制，强调人物气场，而不是堆叠视教元素。当色彩被抽离，观众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轮廓、光线和人物状态上。王一博的面部线条本身就非常适合这种表达方式，下颌线干净利落，眼神却带着一点冷淡的距离感，这种组合让他在镜头里显得既年轻又沉稳，既像少年，又像已经经历过很多故事的角色。难怪不少网友看完都说，这不是时尚大片，这是电影定帧。双引号。更有意思的是，王一博这些年给人的感觉一直都在悄悄发生变化。早期很多人记住的是他的少年感，干净、安静，带着一点不太合群的冷酷。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气质逐渐多了一层厚度，不是张扬的成熟，而是一种慢慢沉淀下来的笃定。你会发现，他在镜头前越来越少刻意表达，却反而更有存在感。这种变化其实非常像演员成长的过程，从依赖外在表演，到逐渐形成一种属于自己的镜头气场。所以当他站在巴黎的夜色里，被闪光灯和街灯交织包围时，那种画面就特别像电影里的一个经典场景，主角在人群中穿行，周围一切都很喧闹，但他的世界却保持着某种安静的节奏。人群是背景，灯光是氛围，而人物本身才是叙事中心。很多人说顶级巨星的气场是装不出来的，其实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不是刻意表现自己有多耀眼，而是无论镜头怎么移动，
你依然是画面的焦点。对于香奈儿来说，这种气质同样很珍贵。品牌的核心一直是优雅与自由的结合，看似随意，却始终保持一种精致的秩序。而王一博身上的那种清冷与松弛，恰好和这种精神产生了微妙的共鸣。他没有被服装定义，反而像是在和服装一起完成一场叙事。衣服是时代的符号，人是故事的灵魂。当两者在镜头里相遇，就会产生一种超越时尚本身的表达。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这组黑白大片会让很多人看完后久久回味，因为它不只是视觉上的高级感，更像是一种情绪氛围，安静、克制，却暗藏力量。就像一部电影的预告片，你不知道故事会往哪里发展，但已经被那种氛围牢牢抓住。而在如今这个信息极度喧闹的娱乐时代，能够做到不动声色却锋芒毕露，其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能力。王一博的特别之处，也许正是在这里，他不需要大声证明什么，只要站在光影之间，就已经像电影主角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镜头语言。王一博这组 Lacoste 大片，才是秀场款正确打开方式。内娱男星穿品牌秀场款，永远逃不过两个误区，要么就是把模特的造型完全照搬一遍，丧失了个人特色，变成了展示衣服的行走立牌；要么就是改得面目全非，把秀场设计的精髓抛在一边，只剩下一个品牌 logo 强行撑场。但王一博的这组元宵节 Lacoste 造型大片，打破了这些刻板印象，跳出了这个怪圈。他穿上的是2026春夏系列秀场款 Look 35，既保留了品牌设计的精髓，又把这身衣服穿出了属于自己的松弛型男气质。也难怪这组大片一经发布，立刻引发全网对他全球代言人身份的热议，还有巴黎时装周的讨论。很多人对于 Lacoste 的印象，似乎还停留在经典的 Polo 衫上，却忽视了这个具有法式运动基因的品牌，早已将松弛感正装演绎到了极致。Lacoste 的西装从来不为刻板的商务男设计，也不硬挺的让人不适，它的本质是法式的轻松时髦，将运动的自由感与正装的利落感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设计哲学。而王一博恰好是内娱圈中少数能够完美诠释这种平衡感的男艺人。看这套橄榄绿西装，作为 SS26 的秀场湖新款，它的设计亮点就在于分寸感的拿捏。面料选用了适合春夏季节的垂坠哑光质的，没有传统西装面料的厚重感，却也不至于软塌无形，穿在身上自带呼吸感。即使在温暖的室内灯光下，面料的高级感依旧呼之欲出。低饱和的橄榄绿恰如其分地点亮了整个造型，它既不像亮绿色那般过于浮夸，也不像深绿色那样沉闷老气，而是带有一丝温润的高级感。这样的颜色既与元宵节的暖意氛围契合，又符合 Lacoste 品牌低调不张扬的调性。在剪裁上，王一博选择的西装符合当下男士正装的黄金法则，微宽松的廓形，既不紧绷也不垮塌。肩线设计为自然落肩，没有强行塑形的垫肩，刚好贴合身形，显得身材比例更加优越。单排扣设计的西装不系扣，让内搭的白衬衫若隐若现，打破了西装的正式感，增添了一些随性与自在。很多男星穿西装总喜欢选择紧身款来凸显肌肉线条，结果看上去反而显得油腻紧绷。而王一博的这套西装恰恰证明了高级的型男气场并不是靠紧绷的剪裁来堆砌的，而是藏在松弛感中的自信与从容。内搭的选择更是充满智慧，简约至极的白衬衫，既没有硬挺的商务领，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印花装饰，领口解开2颗扣子，恰到好处地打破了全绿造型的单条感，同时为整体造型留出了更多呼吸空间。没有领带，没有胸针等繁复装饰，仅凭一件基础款白衬衫，就把西装的严谨感柔和了，完美地展现了 Lacoste 那种骨子里的法式休闲感。下装的同色系西裤与上衣相得益彰，微宽松的直筒裤型，
垂坠感十足，既不紧身也不脱达，即使坐下，裤线依然流畅笔直，完全没有任何紧绷感。这种上松下松的搭配，最考验艺人的气场，稍有不慎便会显得邋遢没型。但王一博凭借他那份冷静清新的气质，恰如其分地将这种松弛感演绎得刚刚好，既自在又不随便，既利落又不刻板。再来看妆发和镜头的表现，这才是这组大片成功的灵魂所在。许多男星拍西装大片时，往往喜欢精心打造油光满面的发型和浓重的修容妆，硬挖出霸总人设，结果反而显得刻意做作。而王一博的妆发则完全反其道而行，他的底妆极其清透，几乎看不出任何厚重的妆感，仅仅轻轻强调了下颌线和眉骨，保留了肌肤原本的自然纹理，眉形自然随性，完全没有经过过度修饰的锋利感，和他眼中透出的清冷与自信相得益彰。发型也没有过多定型，微乱的蓬松质感和几缕自然垂落的碎发，既削弱了西装的正式感，又为整体造型注入了几分青春气息，与整体的松弛感完美契合。镜头中的他，既没有做出过多炫耀姿势，也没有夸张的肢体动作，只是放松地坐着或站着，眼神冷静地注视镜头。那种不为取悦、不做作的自信气场，给这组大片增添了几分不可忽视的力量。暖调的聚光灯洒在他身上，橄榄绿西装的质感被衬托得恰到好处，没有多余的场景装饰，所有的视觉焦点都落在了他和衣服之间，这才是时尚大片最理想的状态，人意合一，而非人意分离。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什么 Lacoste 会选择王一博？答案从来都不只是流量那么简单。Lacoste 自品牌创立之初，就带着一种自由、专业、不被定义的运动基因，它不追求大众的迎合，而是致力于设计有独立风格、富有内涵的单品。而这种低调且充满力量的品牌精神，与王一博的特质天作之合。他从来不被标签所束缚，不论是在舞台上爆发力十足的偶像，还是在赛道上专业的摩托车手，或是在滑板场上自由自在的少年，他从不炒作，不迎合，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行，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做到极致专业。正是这种不为世俗定义、不受标签限制的特质，契合了 Lacoste 追求的品牌精神。他穿着 Lacoste， 绝不是把衣服当成一个工具来撑场面，也不是硬生生把品牌 logo 显现出来博眼球，而是他真正理解了品牌内核，用自己的独特气质，为这些秀场款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王一博并不需要去演绎一个品牌代言人的人设，因为他本身就是真正的 Lacoste 想要的形象，自在、松弛，不被定义。在今天的内娱圈，许多男星将西装当作炫耀财富、刻意塑造人设的工具，却忽略了西装的本质是展现自我的载体。而王一博的 Lacoste 大片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他跳出了西装等于霸总等于耍帅的老套路，选择以最自然松弛的状态，演绎出最具高级感的型男魅力。时尚的至高境界，永远不是你穿了多少大牌的秀场款，而是你能否把每一件衣服穿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气场。王一博早已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把这组大片当作一段没有台词的短片来看，其实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王一博并没有刻意去演时尚。很多艺人拍时尚大片时，往往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过于戏剧化的位置，要么是冷酷霸总，要么是刻意耍帅的时尚偶像。但王一博在镜头里的状态，却更像是电影镜头里那种克制而安静的角色。他坐在那里，或者只是轻轻站着，几乎没有多余的动作，情绪也没有明显的外放，但镜头却始终被他的气场吸引。这种感觉其实很像电影里的留白表演，不是靠夸张的动作吸引观众，而是靠一种稳定而内敛的存在感，让画面慢慢沉淀出质感。从影像叙事的角度来说，这组大片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节奏感。很多时尚大片会堆砌场景、道具甚至灯光特效，
试图制造一种高级感，但反而让人眼花缭乱。而王一博这组照片几乎是反其道而行之，背景极其克制，色调温暖而简单，灯光柔和地落在橄榄绿西装上，仿佛是一部文艺电影中的静态画面。这样的构图让人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而不是衣服本身。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衣服并没有压过人，人也没有刻意去表现衣服，两者像是自然地融在了一起。对于时尚影像来说，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状态。再仔细看王一博在镜头里的眼神，会发现一种很特别的情绪。他的目光并不是那种刻意看镜头的表演式眼神，而更像是在某个瞬间被摄影机捕捉到的真实状态。那种略带冷静，甚至有一点距离感的目光，其实和很多电影男主角的气质很像，不是刻意讨好观众，而是保留了一点自己的空间。这种微妙的疏离感，让整组照片多了一层故事感。观众会不自觉地去想，镜头里的这个人正在想什么？他是在等待什么？这种没有明确答案的情绪，其实正是电影叙事中最迷人的部分。很多粉丝喜欢说王一博有一种少年感，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这种少年感并不是单纯的年轻气质，而是一种很罕见的松弛状态。他不会在镜头前刻意证明自己多帅、多有魅力，也不会为了迎合大众审美而做出夸张的姿态。相反，他更像是在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存在于画面里。这种状态其实和 Lacoste 一直强调的法式松弛感不谋而合，不需要过度修饰，也不需要复杂装饰，只要把最简单的东西穿出自己的节奏，就已经足够高级。如果从更大的行业视角来看，这组大片之所以会引发讨论，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观众已经开始厌倦那种模板化的时尚表达。过去很多男明星拍西装大片，总喜欢塑造一种霸总气场，仿佛只要表情冷一点，动作酷一点，就能代表高级。但真正让人记住的时尚影像，往往不是那些刻意的姿态，而是像这样带有情绪和故事感的画面。王一博这组照片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当一个人足够自信的时候，他并不需要通过夸张的姿态去证明自己。或许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品牌愿意把目光放在王一博身上。对时尚品牌来说，一个真正合适的代言人，并不是简单的把衣服穿出来，而是能够让品牌气质变得具体。王一博身上那种不被定义的气质，既可以是舞台上的表演者，也可以是赛道上的赛车手，又可以是在镜头前安静存在的演员，恰好给了品牌一种更立体的表达空间。于是，当他穿上 Lacoste 的西装时，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艺人在展示时装，而更像是在看一个关于自由与松弛的影像片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组大片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并不仅仅是衣服好看，而是它让人看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王一博。没有过度设计的人设，没有刻意制造的戏剧冲突，只是一种安静而稳定的存在感。而这种存在感，恰恰就是很多电影镜头最珍贵的东西。当演员什么都不做时，观众依然愿意继续看下去。也许这就是王一博在镜头前最特别的地方，他不需要太多表演，就已经拥有了让画面成立的力量。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